我一直很 proud， 就是说她是我妈妈，但是其实她给我带来的困扰其实是远超过大家可以想象的。大家不太觉得我有资格去 complain， 所以我从来不 complain。即使我再困难，我都不讲。我从很小就一直觉得说，这个压力叫人生，我不知道 anxiety 是存在的。原来我不开心，原来我害怕，原来我焦虑，这么不舒服的感受并不正常因为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有 anxiety disorder。但是我听到我儿子跟我讲，我一定超级难过。其实我不是用讲的，我是已经你是用演唱的，没有 rap， 我用 rap 的，我直接 diss 他一段，没有啦，又不是他的错。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欢迎 Nick 周汤豪。Hello， 好久不见。我不得不说，汤豪真是个十分有礼貌的孩子。他一来就哇拿不太动，这里面好多酒，他拿了很多酒来给我，想说让你可以开心一下，很特别。我跟理科其实我一直没有上过他的节目，我其实忘记我们怎么认识，但是我反正记得去年的过年的时候，我们有聚在一起。对，那时候就碰到他妈妈。哦，对 ，B 姐也在，我就很开心。我是他妈妈粉丝，因为我是觉得 B 姐很好笑。下次你可以请她来上节目。要啊，你现在就跟妈妈说，叫她赶快过来。可以。说到妈妈，我就会觉得看你们母子的互动，因为通常像我妈就会有点不想要跟小孩子，她就觉得小孩子就是你们玩你的我都不懂。可是 B 姐是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玩西巴啦，然后跟她聊天，你就不会觉得像长辈。有这样的妈妈，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有点想要希望我以后跟我儿子的关系会像 B 姐跟你一样。是。可是 Billy 姐，其实你小时候她就已经很有名了。对。那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儿子来讲是有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新二代也很多，家有自己的问题。但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一直很 proud， 就是说她是我妈妈，不管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为人，还是身为一个母亲，我是很骄傲她是我的母亲的。但是其实她给我带来的困扰其实是远超过大家可以想象的，然后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讲个最简单就好，就是我是新二代，我不是富二代。但我觉得大家已经搞混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啊，然后家境一定是很好，然后一切都很顺遂。但是其实新二代跟富二代是不同的逻辑，其实这成长的过程中是有很多的不便。那大家会说，你讲你的不便，你一定也有你比别人有礼遇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家的风格比较不是那个样子。就即便我出道，很多人会说一定跟 B 姐有关系，但是其实在我出道以前，从美国读书回来台湾，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不知道 B 姐有个儿子，大家比较知道我姐姐。其实，在以前那个年代，大家不太知道说有我是我们家里面最低调的，也是 B 姐比较少提到的，然后我也比较少有曝光，所以我长大之后回来台湾的时候，是很多唱片公司看到我说，你怎么会有个儿子？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就在做音乐，然后大家希望我出道，但是其实在这中间是有很多困难，其实一直到今天，我觉得他给我带来的，我不想要说他是一个阻力，但是他的确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不便，这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讲。会不会因为你妈妈是名人，所以大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就会比较高？我觉得 expectation 是一定的，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做得好，应该你做不好，那你就是真的是很糟糕。我觉得那个评分标准已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我非常非常拼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第一天我就知道我必须要比别人努力非常非常多，但是我得到的可能会比别人更少一点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我没关系，我就是绕一大圈，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那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我的个性啦，我比较不太把我的逆境当做一个借口，我反而会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 drive， 我的一个动力。你觉得你现在在逆境，你会跟人家讲吗？我以前是完全不讲的，其实就跟我这张专辑有很大的关系。到了去年，我觉得这个疫情改变了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很有感，很多人是没那么有感觉，如果很幸运的话。但是其实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即便到现在为止，都有很多人都是还是在对抗着这个疫情。我自己对于这个疫情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因为你出了社会之后，你很难有一段时间会突然可以给你几个月不工作或者整个步调慢下来。对。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社会慢了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去多了很多时间去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是跟你自己对话也好，或是开始去思考你的未来，思考你的过去。刚开始的时候是挺
有趣的。因为我拼命了10年，我没有休息过。然后我是一个工作狂，就是我是那种很拼，然后很抗压的人。可是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有一段时间突然濒临崩溃，因为你发现了很多事情，你开始去认识你自己。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工作当中，你可能甚至不太会去检视也好，或者去重新认识你现在也好。像我最近都常常讲，我过去10年拼命的是，可能是10几年前我小时候定的目标。我是在为了他努力，但我到了一个阶段发现说，那我呢？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为了上一个 Nick， 我觉得我已经拼命了，所以我现在在想说，哦，其实现在的我跟那个时候的我，也许我有成长，也许我有没变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重新去认识他。其实发现说，我心里面一直有很多的问题也好，压力也好，焦虑也好，没有得到释放。所以我到一个阶段，我其实在这1年当中，开始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精神也出了一些状况，可能慢下来吧。我觉得像我们工作狂就是这样，就是你到了一点，你慢下来之后，反而很多问题开始跑出来，因为平常身体很紧绷，你就是一直盯着。我以前是超级能抗压的，我是抗压到最后变得我不太能抗压，是因为我拉到过紧了。你过紧的时候，你不会放松的时候，你没办法走更远。然后我发现我到了这个阶段，因为我以前是觉得我不要停，我就是盯住，但是后来发现说我已经盯到我的整个人的系统是已经坏掉了。其实听完你刚刚讲这个，我超级有感，是因为你在讲的就是我过去经历的事情，只是我现在到了这个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很明亮的阶段。我之前我也是工作狂，然后盯到不行的人，盯到你可以想象，人家一直在我身上，包括我也一直在我身上增加我的重量，已经重到我全部都没有感觉，你再多丢几个东西我也没有感觉，然后是到有一天突然就倒下来了。身体有的时候会比心理的状况出来的还要快。是。那你当你发现，为什么我现在站不起来了，是 literally 站不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去想为什么去抽血，可能医生会说你没有问题啊，你是健康的。但是这同时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开始逼你自己去认识自己。是。我觉得挫折有的时候是被包装过的礼物。大家都是很平顺的时候，谁会想过要去认识自己，去检讨自己，去想一下过去做了什么事情，过去定下的目标现在还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是，我觉得绝对不是只有你是这样子的，我每个人不是在诅咒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表示你现在还算平顺，或者是你现在还在盯。到有一天你突然倒下的时候，你开始要知道认识自己的时候，不如你现在就开始认识自己，开始了解自己对于压力的反应是什么，开始一样一样把它拆开来。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压力？其实我一直以来，说实话，从小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到了这1年有一个崩溃的点是，从小到大我没有正常的发泄管道过，就是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然后我本来就是可能从小就面对过很多事情，所以我很能扛。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处境，我是个对自己非常非常诚实的人，我也知道我的家境，我也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我，社会也好，或是环境也好，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但是很多在我身上得到的经验是，大家不太觉得我有资格去 complain， 所以我从来不 complain， 即使我再困难我都不讲。就是我今天来讲一些事情，大家不一定听得进去，他会觉得说你只是在讲而已，你们环境那么好，你 ABC 嘛，你家里有钱嘛，你顺遂嘛，你只是不懂得惜福，你哪懂得什么叫苦？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这样子看待我，所以我是从小我有困难或是我有困境的时候，我就不太讲，因为我觉得我大概知道大家会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我的个性比较不是那种会往自恋自爱的东西去，我就说没关系，你们这样想我，那我就用我的作品或是我去盯住，去自己去消化，因为这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去 focus 它，好像也对实际无补。我还是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还是有我的目标。它有没有影响到我？它影响我很深，但是我比较是选择把它扛下来，一直到大概这2-3年，我从很小就一直觉得说这个压力叫人生。我不知道其实这个不舒服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 anxiety 是存在的。原来我不开心，原来我害怕，原来我焦虑，这么不舒服的感受并不正常是因为我现在长大了，我认识越来越多人，然后我慢慢理解越来越多事情。我其实这1年崩溃的时候，是因为我发现我苦了这么久，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可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 suffer 这个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就让我盯了这么久。因为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有 anxiety disorder， 然后后来影响到我的生理，所以我的身体有一些指数也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就是它相辅相成的。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年轻，身体可以扛，
开始有问题，我才发现说，原来这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你妈妈知道，她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去面对这些压力？她知道我很硬，她知道我一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她不知道说我有到这么严重，因为毕竟家里就是只有我跟她，我也不想让她担心。我到后来跟她讲，是因为我藏不住了，我整个人已经。你的后来是最近这一年吗？其实就是最近这一年。那妈妈有说什么？你觉得很？我觉得刚开始她很难接受，我觉得她难接受不是她难接受说我有这样的问题，是她没办法第一时间感受说原来这么长的时间你是这么的不快乐，原来这么长的时间你是这样子在 suffer。要是我听到我儿子跟我讲，我一定超级难过。其实我不是用讲的，我是已经你是用演唱的，没有 rap， 我用 rap 的，我直接 diss 他一段，没有啦，又不他的错，是我觉得大家开始发现我有一点异常，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其实我开始有一点真的需要休息，需要抒发。但我必须说，这个过程其实像我走了1年多。这个黑暗期，你在走的过程之中，都会偶尔会想到说，到底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尽头？可是突然间这件事情就 unfold， 就好像一个很长很长很黑的隧道，你一直往前走，你就想说光到底在哪？光到底在哪？等到你真的走出隧道的时候，你往回头一看，你是可以看到隧道对面的那个光的，那中间那个黑暗期会像一个电影一样，一眨眼就没有。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哪一个阶段，但是我要跟你说，光就在前面。因为这张专辑之前我发了一个前面2个单曲，一个叫 Healthy Mind， 一个叫 Need You。因为我很少去分享我的经历，是因为我觉得有2点。第一点是因为碧丽姐不管她经历多少的困难，她觉得她身为一个歌手、一个演艺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带给大家欢乐。所以我跟妈妈，我就因为看了她这样，我也学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在用这样的方法去分享自己的经历，所以我都是希望用比较正面的方法去宣导这个事情。所以第一首歌 Healthy Mind 跟 Need You 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在讲我这阵子自己得到的心得，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愿意跟你爱的人去分享你的不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中去跟他们讲。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示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我们自己的不愉快，我觉得你要的真的不是一个答案，你只是想要有个慰藉也好，或是一个抒发的管道也好。然后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去跟你讲他心里面的事情，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去听的话，说不定你就拯救了一个人。在这边鼓励大家去说出来自己心里面的不安，说出来自己心里面的焦虑。然后我也在这边会觉得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是很伟大的，因为你很辛苦要陪在他们身边，但是我觉得你给了他们很大的力量。那我补充一下，如果有人跟你讲他自己的心情、他的处境，其实多半他不是要你的意见。我觉得聆听最重要就是把它听进去，听完之后你不用急着有压力说我一定要跟你讲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有的时候聆听就是一种陪伴，是你没有办法跟对方讲怎么做，你只能尽量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就帮他加个油吧。然后如果说这个人真的需要意见的话，他会问你的。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压力很大，想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其实别人突然说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分享的人会有一点点压力。我个人经验是这样子啊，聆听是需要学习的。Healthy Mind 到底在讲什么？Healthy Mind 我其实就是都已经这个时间了，我们经过了疫情了，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要更 focus 在快乐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快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疫情期间，我身边周遭的人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在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是有焦虑症，大家只是没有讲。你可以讲一下焦虑症发作是会有什么指标？焦虑症就是你会很焦虑，有些人会冒手汗，有些人会紧张，有些人会害怕，有些人会很恐慌，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想要吐，甚至有些人会喘不过气来，有一些是觉得自己做错事情，就是你没有目的的。Anxiety disorder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这个感觉来，这就是令人最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你平常不开心会有个原因，你平常害怕会有个原因，你平常觉得愧疚会有个原因，但是 Anxiety disorder 是给你这样的感觉，但是你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当这种感觉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面对？就是很多人跟你讲想开一点，没事啦，做点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只是讲很容易而已，真的活在里面的人才能感受。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让你有安全感的人，找到令你有安全感的事情，让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放松的。你做什么事可以放松？我很难受的时候，我不喜欢在任何我熟的人面前，
因为我可能会被他们看出来，我还要处理他，你懂吗？我现在已经在处理我很难过了。比如说我妈在，或是我身边好的朋友在，我要处理他们，我要装的没事，我其实要花更大的力气，所以我可能会一个人在路上走，或是我可能会去找没那么熟的朋友，你也不 care 他怎么样，那你就是随便跟他哈拉什么，所以我反而会用这个方式，因为我不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伪装，因为熟的人很容易就看出来你的状况，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然后我会抱持。你说说看嘛，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说实话，我过去压力的方式就是我会不断的投入创作，认识我自己，发现我是透过疯狂的工作去抒压。但是这个也不工作可以抒压吗？所以这也不长久之计。没有，我习惯暴怒式的工作，转移你的注意力。对，转移。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长久之计。那你真的问我怎么样可以抒压？说实话，我也还在寻找它的一个路上。但是我觉得就很难，生理影响心理啦。你可以先从肌肉放松开始啦。我不喜欢人家碰我，所以我不喜欢去按摩。但是肌肉放松绝对会，因为你生理会直接影响到心理。那你可以常常泡澡啊，如果你不喜欢人家摸你的话，因为泡澡你可以加美颜，会经过你的皮肤吸收，它自动就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很理性，就是很科学。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可以做，你不如就去泡澡。泡就是美颜的澡。是真的我一开始我比较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要先从生理来控制我心理。像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逼自己在笑，你的头脑接到的讯号就会是你在笑，你心情好，你心情就会比较好了。这是一个感觉超恐怖的，超难过，然后看镜子笑，我会觉得这个人没有人叫你看着镜子笑，他已经到一个点了，你要变 Joker。我们现在没有要演的，这个是科学，真的科学实验过，你就是把你的嘴角撑起来之后，你就会淡淡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过，因为你的大脑会就是控制，就觉得是心情是好的。是有的时候是要慢慢用生理去带你的心。那你都怎么抒压？泡澡，边笑边泡澡。对啊，对，要是有人突然进来，你会觉得很可怕。泡澡真的很有用啊，然后我个人是喜欢按摩啦，做 SPA 精油推一推，看电影啊，看书啊，大家要自己去找怎么让自己放松的方式。是我以前会觉得大家在讲什么，我就是要快乐，要追求快乐是一个很浅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深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快乐只是上面的表象，你下面你要做很多基础的建设，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才会有一个很快乐的表象，不然就只是装给人家看而已。应该说，其实悲伤容易，快乐难啊。真的，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快乐是我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不管你有多少的钱，不管你有多少的名，你回到家那才是最真实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是很焦虑的，是不快乐的，那你其实就是一个心灵不富有的人。所以我觉得快乐其实在现阶段对我来讲，尤其是疫情后，我觉得快乐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它也不是那种肤浅的快乐，不是说我今天买了一个很喜欢的东西，那这是一瞬间的。我觉得最大的快乐是其实你可以一直保持心灵的平静，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是找到那个完全没有焦虑，完全 peace of mind， 对，心灵的平静。就你从小到大，你说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你的。其实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小孩子要承受这些东西是不公平的。我小时候会被同学勒索说叫你妈出来，反正你们家很有钱。我上高中的第一天，然后老师一进来还没点名，就说：“班上是不是有个谁的小孩？”我都没有想让任何人知道是不是有个谁的小孩，然后叫我站出来，然后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家怎么样，你很了不起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全校都知道我是谁，大家都觉得你机会比别人多，所以大家都不给你机会。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常常一直觉得，其实我很珍惜我有幸，但是我也觉得，其实我的人生跟我开了很多的玩笑，因为真的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大家都会觉得你机会比别人多，所以我不要给你机会。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就是告诉我自己，就是我要挺过来走下来，而且我如果把它变成了我的借口，去告诉我自己，它只是会阻止我前进。非常非常正面的，就是你没有因此学坏，因为在我们比较不成熟的时候，遭遇到这些这么不公平，但是就是很委屈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了。应该说，我不希望给家里带来麻烦，然后不想要给别人更多的借口或是理由，可以来检视我。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挺过去。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提倡大家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用比较的，可是我觉得人生跟每个人的感受，还有每个人的家庭是不能被比较的。很多人会说，哦，那如果那个人比你更惨，那你怎么办？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如果永远都这样讲的话，讲不完了。我觉得人生不是比赛，它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觉得讲简单一点，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希望大家在面对其他人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把那个人当一个完整的人看。是是是，他不是电器，没有什么哦，这个赢，这个赢，这个输，这样，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会有完整的感受。没有一个人是会全部都遇到好事，也没有一个人全部都遇到坏事。大家都有需要他自己要处理的东西。像我现在已经不太管人家讲什么了，因为这些人又不会帮我消化我自己需要消化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为我的人生。甚至他在讲一些东西，他根本也没有经过大脑，他只是。他就是讲过去顺口发泄一下。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这么硬的人，然后把他到现在讲出来，我相信他自己的人生应该经历了蛮多的事情了。我相信在看的各位一定都有那么一块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在一个很厚的墙里面，你就一点一点开始把它挖，把那些东西倒出来，拿翻一翻看一看。我觉得这样子你的人生会走得比较长远。为什么我諮商之后我对这一系列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像一本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光挖掘自己的东西就已经看不完了，更何况你还可以有幸接触到其他人的人生，学习到看到一点点东西。那也希望就是这一个系列可以 promote 心理卫生、心理健康，让大家知道说有事情讲出来绝对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哪有人是这辈子一路顺遂。我相信很多人会不想为大家添麻烦，所以都不讲。是，但是大家可以把它列出来。有些人是他跟你好到他愿意去听你的，也跟你亲近到有聆听你的权利，你可以把这些人画出来。因为你的苦不需要把它掏出来让全世界人看，可是你可以让有权利聆听你的苦的人看。我觉得这也是分享爱的一种，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不太去讲心灵健康，这个甚至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来讲，其实还是很远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焦虑跟恐慌的。然后我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一个在寻找我自己的过程，然后我也是一直非常在 promote，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你爱的那个人，你相信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表现爱的一种，他们可以理解你，他们可以去关心你，在适时的时候去保护你，然后你自己讲出来之后，我觉得你也会至少会松一口气，你知道有人理解你的状况，然后也愿意接受现在的你，也愿意去接受现在的你。我自己就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很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待我，我很担心因为我的身份，我的生长环境，我会觉得我去分享我的情绪跟心情是好像是一种不珍惜，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适时的你去看医生，这也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在国外其实就是 therapy 就像是去按摩一样，对，这个是有必要的。好啊，那今天就谢谢 Nick 来跟我们分享了，以前没有看过他的这一面啊。最后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拜托千万给我儿子机会，以后就是多给我儿子一点机会。没有问题，大家好不好？大家就是将心比心，然后有一点爱。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非常需要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年代。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Wish you a good life.